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那現在呢，我們在做的是 HSK 5級考前輔導課程，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5級考試。現在我們正在學習的是閱讀的第一個部分。那在閱讀第一個部分的裡邊呢，有三種文章呢是不一樣的。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第一種是故事是故事。那麼在你看到一個故事的時候呢，你要注意什麼？注意时間，注意地點，注意人物在一個故事裡面一定有一個人，或者是有一隻動物也可以一隻動物。那麼它在一個地方做什麼？然後它做什麼的時候呢，要注意為什麼，注意它的經过，注意它的結果是怎麼樣的。那注意，一般來說，在 HSK 5級的故事裡邊，它一般來說會告訴你一個道理一個道理。那麼這個其實跟 HSK 4級的故事是差不多內容，只不過 HSK 5級的故事呢要更難一點。好，那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大家要注意的是，因為我們的文章可能有一點點長，然後老師上次的时候告訴大家了，你要讀得非常快，特別是第一遍你要快一點讀。那麼在快一點讀的時候，如果我讀的是一個故事，我只需要去注意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一個人做了什麼，為什麼這麼做，他怎麼做的，最後結果怎麼樣，然後道理是什麼就可以了。那其他的很多小的部分我們如果不認識，或者如果我們沒有時間去看，那你可以不看，這個是沒關係的。那我們現在按照我們的方法，我們第一遍應該很快的去讀這篇文章。說有2隻螞蟻想翻越一段牆，去牆那頭什麼食物。一隻螞蟻來到牆角，就毫不猶豫地向上爬去。可是每當它爬到一半時，就會由於勞累而摔下來。可是它沒有什麼，一次次跌下來，又迅速地調整自己，重新開始向上爬去。那另一隻螞蟻觀察了一下，決定繞過牆去。很快，這隻螞蟻沿着牆根繞過牆，來到食物前。而第一隻螞蟻還在不停地跌落下去，又重新開始。很多時候，成功除了勇敢、堅持不懈外，更需要方向。也許有一個好的方向後，成功會來得比什麼什麼的更快。好，那我們看了這個故事以後，沒有時間，但是有地方是有一個牆那麼2隻螞蟻，它們都要爬這個牆，去牆的另外一面。可能因為有食物在牆的另外一面。然後呢，一隻螞蟻它一直爬，沒有放棄，掉下來繼續爬，掉下來繼續爬，一直堅持。那另外一隻螞蟻它從這兒繞了過去它沒有這樣爬，它是從牆的下邊繞過去了那然後道理是努力、勇氣、堅持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方向也很重要成功會來得快一些。好，那麼這個我們的故事大概的內容我們已經明白了，所以我們現在呢一起來看一看題目。那剛才老師讀的過程，也就是你讀的過程，最多不能用超過30秒的時間，你要30秒之內馬上把它讀完，大概意思要馬上明白。遇到不認識的詞不要管它。比如說我們在這裡看到了什麼毫不猶豫，可能你不太熟悉，那你說或者是這裡比如說堅持不懈，這個不懈你不認識，但是沒關係因為它不影響你的理解就 OK 了。好，我們先看第57個。57他說呢，去牆那頭什麼食物这裡應該要有一個 verb因為去什麼地方
然後什麼名詞，那中間又應該有一個動詞。那我們看一下 A 徵求 B 尋找 C 打聽 D 詢問。那麼食物是吃的東西，螞蟻要什麼吃的東西呢？你不能問它，也不能打聽它啊，也不能徵求，因為徵求的話呢，我們要說徵求意見、徵求看法，那只能選擇 B 啊。我們看一下答案，一起來看啊。所以第57題應該要選 B， 尋找食物。然後我們看一下，那第一只螞蟻它一直爬，然後它掉下來，然後又爬，掉下來又爬。那麼它沒有什麼？它沒有 A 盼望 B 操心 C 灰心 D 吃虧。那如果你明白意思的話，你应该知道这個問題應該要選 C， 掉下來再爬，掉下來再爬，掉下來再爬，這個是沒有灰心。灰心就是 disappointed啊，或者是 give up 的意思。那如果你明白這個詞的意思，你一定可以選擇出來。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只螞蟻，它繞過了牆，它到了這個到了食物的前邊。那螞蟻要找吃的東西，它看到了吃的東西，它會做什麼呢？它就開始吃了。那我們看一下 A、B、C、D， 那B 是開始享用起來，它開始吃了啊，它開始吃。那它吃的時候，另外一只螞蟻還在掉下去爬，掉下去爬。好，我們再來看，他說呢，如果有一个好的方向啊，成功會來得比什麼什麼的更快。我們來看一下 A 想象 B 提倡 C 強調 D 假裝。那麼根據4個詞的意思，當然答案應該要選擇 A， 比想象的更快啊。那麼我們這個什麼什麼比想象的更怎麼樣，也是我們在生活中常常說的句子。比如說我在那個百度地圖上查一下，從我的家到公司要1個小時。那我在坐車的時候呢，我想1個小時一定到了，但是我用了1個半小時。那我可以說到的比我想象的晚用的時間比我想象的長那這個其實是非常常用的一個句子。如果你在學習想象這個詞的時候 imagine 這個詞的時候你如果能夠知道這樣的句子，那這個就不需要很長的時間，你馬上就可以選擇出來了。好，那麼這個題我們看到了沒有時間，但是有一個地方就是牆的這邊，2隻螞蟻，一隻螞蟻他們做什麼呢？一隻螞蟻一直爬，堅持掉下來再爬，掉下來再爬。另外一隻螞蟻換了一個方向，它從牆的繞了過去，它吃到了食物。那麼道理是什麼？道理就是你應該換一個方向，就是你要努力，要有勇氣，要堅持，但是你還應該有一個好的方向就好像我們在準備 HSK 5級考試是一樣的。你可以認真的學習，非常努力每天學15個小時，不睡覺，每天一直做題。但是其實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那現在老師告訴你的方法是，如果你看到的是一個故事，你要很快的去看文章的時候，要注意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這個人做了什麼，為什麼，過程怎麼樣，結果怎麼樣，道理是什麼，你只要看明白了就可以了。有的詞不明白沒關係馬上看完了以後，那每一個題目你看前邊和後邊，然後去做選擇，這樣就會速度會更快一些。好，那現在我們繼續看，在我們讀的文章裡邊，有一種文章是觀點的文章。什麼是觀點呢？就是 point of view， 就是你的一個看法。那麼這個看法呢，最後我們會給一點點小小的解釋就是我告訴你為什麼我有這個看法，
因為有這個看法，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啊？這樣的內容。那麼遇到這個看法的時候呢，我們要注意上下文，我們要明白一個道理啊。然後呢，同時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去看一些這樣的表示道理的文章，然後呢，多了解一些一般的道理。為什麼要這樣說？因為大家呢要知道，中國人啊，比如說特別是 HSK 5級的文章裡邊，道理就是其實沒有那麼多。如果你看得多了以後，很多道理对你來說是非常熟悉的。特別是有很多同學不太習慣中國人的道理，不太習慣中國人表達觀點的方法，所以很多同學看到的時候有點不明白。比如說我們可以說一下，我記得有一次有的同學看這篇文章覺得不能夠明白，他覺得第一只蚂蟻也很好那我們其實要說的是第二只蚂蟻更聰明但是有很多同學不太熟悉我們中國人怎麼去寫這樣的文章，所以有的時候在讀的時候不能馬上明白這篇文章想告訴你什麼。所以平時大家多去讀一些這樣的文章是非常好的特別是我們最近呢在網絡上呢有一種文章叫什麼呢？叫雞湯文。什麼叫雞湯呢？就是 chicken soup它是對人非常好的一種食物。那麼雞湯文就是它会告訴你很多只要你努力就可以成功這樣的一些很好的，但是中国人已经習慣的道理我們現在呢因為雞湯文太多了，所以中國人已經不喜歡了，但是以前是非常多的那麼如果你可以去讀一些這樣的雞湯文，你會發現在考試的時候你也會看到他們差不多的詞或者差不多的寫文章的方式。而且如果你讀習慣了，你會發現他們寫文章的方法其實差不多。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这個，那我們要很快的去看它，看完了以後，我們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這篇文章想告訴我們什麼樣的觀點。好，我們說一下，看一下空氣、陽光，還有愛和親情，這些看似普通而平常的東西，正是因為我們平時得之容易，所以常常被我們怎麼樣？而他們一旦從我們身邊溜走，我們才會恍然大悟。這些看似平常的東西，它的重要性不知要比金錢高出多少。所以我們有什麼？學會辨別，學會選擇，學會取捨，要清楚什麼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好，那這篇文章告訴我們要學會選擇，要學會取捨，要知道什麼東西對我們最重要。什麼重要呢？空氣、陽光、愛和親情，它們看上去很普通，我們得到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他們從我們的身邊走了，我們會突然发现這些東西比金錢更重要。所以我們要學會去辨別，學會去選擇這個是我們這篇文章的一個道理。那麼其實如果一個中國人看這篇文章的時候，會覺得非常熟悉。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以前看過非常多的差不多一樣的內容。那有一句話是說，如果你有的時候，你不會去珍惜，你不會去 cherish。如果它丟了沒了，你才會發現這個東西對你來說很重要那麼我們中國人可能在從小的時候開始看到過非常多這樣的文章所以中國人對這樣的內容是非常熟悉的。那可能如果你沒有看過很多這樣的文章，你會覺得這篇文章有點難但是其實它的道理是非常簡單的，就是像空氣和太陽一樣，因為你每天看到它，
你得到它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呢，你觉得这個東西不重要，或者是你沒有意識到它很重要。但是如果有一天突然沒了，你會發現它真的很重要啊，那它比錢要重要。好，那我們來看一下46。那因為我們得到它非常容易，所以我們常常被我們怎麼樣呢？我們來看一下 A 執行， B 忽視， C 稱讚， D 爭取。那麼得到太容易了，所以常常被我們 ignore 忽視。 A、B、C、D 如果意思你明白，選擇應該沒有問題。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看似平常的東西，它的重要性不知要比金錢高出多少什麼。 A 福， B 克， C 批， D 倍。這個是 measure word， 這是量詞。那麼在量詞裡邊，我們要知道這個是重要性啊，重要性，重要的程度，所以要說高出多少倍。好，那我们最後來看，所以我們有什麼什麼學會辨別，我們有原則，有必要，有權利，有價值。那麼這個時候是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learn， 那應該要選擇 B， 有必要。那如果你能夠明白這篇文章想說什麼，如果你能夠明白每一個詞的意思和用法，那做這個題是不會特別難的。當然，還有一點就是你要保證在4分鐘之內啊，這個是3個題目，那要保證在3分鐘之內把這個題目能夠做完。那可能第一個30秒的時間，你來讀這篇文章，找到它的大概的意思，然後用2分鐘的時間或者2分半啊，甚至可能3分鐘的時間呢，你去看一看啊這個前邊和後邊，然後選擇一個答案。那最後你用30秒的時間再讀一下這篇文章，看一看你的選擇對還是不對。好的，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答案了。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呢，這樣的文章，觀點的文章要比故事的文章稍微難一點兒。你看剛才如果我們去看故事，這個故事的內容其實比較簡單啊。所以一般來說，故事你用的時間要稍微少一點，然後呢，觀點的文章你可以用的稍微的多一點，沒有關係啊。好的，那這是我們的觀點。那另外一種就是介紹 introduction， 也可以說說明，它會向你介紹一個科學知識啊，一個 scientific 的 knowledge。那這個是非常難的。你在裡邊會看到非常多看不懂的專有名詞，如果看到這樣的詞，你不要緊張，你可以大概的猜一下啊是什麼意思就可以了，不要特別緊張啊。那麼然後呢，我們要注意的是啊，首先如果是一個介紹的文章，它第一句應該要先告訴你它要介紹什麼。那麼看了第一個句子以後，你明白了介紹什麼內容，然後後邊讀文章就會變得很順利了。然後呢，主要是看前邊和後邊，而且要注意詞的意思和搭配啊。其實這樣的文章考的不是你對意思的這個理解，而是考的是你的對於詞的意思和詞的搭配是不是明白。所以有同學說，老師，這篇文章我沒有看懂。但是老師要告訴你，沒關係，沒有看懂你也可以做出來答案，因為這個部分它和前邊的觀點和前邊的故事不太一樣。那如果是一個故事，你明白這個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一個觀點，你知道是什麼觀點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是介紹，你不太明白它的很多的 detail， 其實沒關係。有很多同學最後都沒有明白這篇文章想說什麼，但是他能夠選擇正確答案。那如果你不信，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還是一樣，老師讀，你們用眼睛來看。他說呢，海水裡那麼多的鹽是從哪兒來的呢？他這個文章介紹的是海水裡邊的鹽是怎麼來的。有一種說法是由陸地上的江河帶來的，雨水什麼到地面，便向低處匯集，一部分形成小河流入江河，一部分滲入地下，然後又在其他地段冒出來，最後都流進大海。水在流动中經過各種土壤和岩层，使其分解出各種鹽類物質，這些物質被帶進大海，再經過海水的蒸發，海水裡的鹽的濃度就越來越高了。好的，那麼這篇文章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詞同學們沒有看懂，甚至有可能同学们不太明白這篇文章的意思，但是你不用特別緊張，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那這篇文章我在讀完了以後，我大概明白的是鹽怎麼來的，是下雨，然後在地上，然後這個水呢又去河裡邊或者在地裡邊流到大海了，然後呢這個地裡邊有一些鹽，然後跟着水一起去了大海，然後呢大海這邊再怎麼樣，然後这個水這個鹽就越來越多了。那麼我們來看一看詞，第一個是雨水什麼到地面。我們知道雨水，我們說下雨，對嗎？下雨。那我們來看一下 A 是降， B 是到， C 是澆， D 是漏。那麼這四個都跟水可以有關係，但是意思不一樣。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降，就是從上邊到下邊這樣降。那麼倒的意思是我有一個杯子，這個叫倒水。澆呢，我們說澆花，我有一盆花，我拿水這樣，這叫澆花。然後地漏的意思是我有一個瓶子，這個瓶子有一個 hole， 有一個洞，然後水從裡邊出來了，那這個叫做漏。所以每一個字的意思如果你都很明白，那雨水我們要說降到地面。因為如果你看中國的天氣預報，你會聽到今天沒有降雨，降雨量非常大等等這樣的說法。那如果你學習降的時候，你要去學習比如說下降或者降低，或者說降雨，或者說降雨量，如果你都明白了，那你一定明白雨降落到地面，或者說飛機降落。那如果降這個字，你對它這個字的意思非常明白，你其實可以選擇出來，這個答案應該要選擇 A， 應該要選擇 A， 降到地面。然後我們不管，我們看這個水在流動什麼什麼中，經過各種土壤和岩層。那麼在什麼什麼中，一般來說我們說在流動的過程中，因為我們不說在流動的趨勢中，我們也不說在流動步驟中，也不說在程序中。一般來說在什麼什麼過程中，這個是一個 match， 是固定的，很多情況下我們都這麼說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我的朋友是一個演員，他最近拍了一個電影，在拍電影的過程中，他發現女演員非常怎麼說，女演员呢她的水平非常高。那麼在拍電影的過程中，在拍攝的過程中，這樣的句子是非常常見的。所以可能你不明白前邊，也不明白後邊，但是這個問題你其實是可以做出來的，只要你明白這 A B C D 的四個詞它的用法是什麼。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在經過海水的什麼蒸發，海水裡的鹽的浓度就越来越高了。那首先，蒸发这个詞是 HSK 5級的詞彙啊，希望大家都知道啊。那當然有可能蒸发這個詞，可能有的人還不太熟悉，你要記得去學習一下。然後什麼叫蒸发呢？你有一些水特別熱，特別熱，然後這個水就越來越少，它變成了氣，然後去上邊了，這個叫水的蒸发。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A 不斷 B 紛紛 C 始終 D 陸續。那這個是近義詞，就是意思差不多的詞。那我們在後邊呢會給大家介紹一下這些詞怎麼去用。那蒸发這個詞只能說不斷蒸發啊，不斷蒸發，一直不停的蒸發，因為它不是一個一個很清楚的一個一個。比如說像紛紛是很多人，那所有的人都去做，每一個都做，然後始終是不變的，一直這樣。那陸續就是兩三個，有人在前邊，有人在後邊。那每一個都不太適合蒸发這個詞，因為水的蒸发是不停的進行的，所以只能說不斷的進行啊，不斷的蒸发。那麼如果你能夠明白這個詞的意思，你明白4個詞它的意思和用法，然後其實文章的意思你不明白，其實沒有關係啊。有的部分特別難，對於同學們來說可能很難理解。那其實你會發現，只要這個句子你明白，其實選擇答案也是比較容易的。但是啊，因為同學們有的時候如果有一部分不能讀懂的話，確實會影響大家。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我們的這個3種文章裡邊，故事、觀點和介紹，故事用的時間是最少的，觀點然後是觀點，最後是介紹。那介紹的文章它可能一般來說只有一個，甚至有的時候是沒有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但是如果有，你也要注意時間不能超過5分鐘，而且你要注意不一定非要明白全部的意思，你只要看句子就可以了啊，看句子就可以了，看句子去想這個裡邊的詞它的用法是什麼。這個是我們的一個辦法，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那現在呢，我們就介紹完了我們的3種文章，然後我們先休息一下。後面呢，我們會學習的是，在考試裡邊，我們如果看到了 noun 或者是 verb 或者是 adjective， 我們應該怎麼去選擇？那我們先休息一下，一會兒再來學習。